Hello，我是中年广播村。不愧是种田大年，1月就开始爆发，老油转正，各种特色新游是真的玩不过来了。来看看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模拟经营生存休闲游戏吧。沈流有全新的新游日历，还拜托点赞3连，多多支持了。首先是高建造自由度偏休闲款的 Foundation 月底转正式版。19年就发售的老游，在中世纪建造城市，管理村民，打仗守家园。最大的特色是它的高自由度建造。特别是在6年前，这种无网格，也就是道路随意铺，房子随便放，还是比较领先的。而到了 1.0 中，你可以调节房屋的高矮大小，拼接不同的部件组成理想家园，弯曲墙壁，随意组装，打造独一无二的梦幻城堡等等。看各种小人劳动忙碌，那更是不在话下。刁民管理会比较简单，以安排优先级和工作为主。另外也有生产链、阶级、丰碑等等的设定，整体是庄园领主加预言之地的感觉。支持 mod 不是创意工坊，难度适中偏休闲。这些年涨了2次128块，有点震惊。库里有的话 1.0 玩了不亏，还没买可以看下首发折扣，实地是在 25% 左右。Hello Kitty 动森凯蒂小岛，动森加迪士尼梦幻新谷，在小岛种田钓鱼、烹饪炼药、采集制造、换装打扮、装修小家，可以四处探索，会有主线和解谜小游戏，也能邀请各种小动物上岛。除了 Hello Kitty、大耳狗、美乐蒂、库洛米等等熟悉的三丽鸥角色，也有游戏的原创人物。他们不仅会在小岛定居，还能带来各种加成，帮忙干活，以及会有特殊天气，比如流星雨，有特定的小动物出现，是不是很熟悉的感觉？当然也支持多人，可以一起玩小游戏，不过暂时不支持多端互通。23年 iOS Arcade 年度游戏含金量是在的，30号电脑 Switch、PS4、5上架，80小时以上的主线体量，假期玩玩非常合适。福瑞博物馆9号博物馆，我最喜欢的缝合开店，6月的时候打过1个多小时的 demo， 相当的有趣。要通过打肉鸽地牢、买卖、完成任务等等的方式，获取各种文物碎片，拼成酒杯、雕像、机枪、手柄，各种旧时代文物，摆放开博物馆，赚声望和钱。而开博物馆也不是简单放下去就好，要考虑动线，让顾客看更多的东西，还要冲过去刷脸，给他们讲解，提升满意度。放不同的文物家具，也会吸引不同类型的顾客。有的文物会有小故事，还能开盲盒，搞文创产品，搞点额外收入等等。此外有个主线故事，要解开世界的谜题，整体玩法是非常丰富的。不过新品节的时候，有些指引战斗手感还有待提升。17号正式版发售，不贵的话我肯定会玩的。说到缝合开店，猫娘小厨月底会登陆 Switch， 它是福瑞加美食的主题，可爱猫娘打各种肉鸽地牢，整食材回家，开店还债，各种打架、强化附魔和开店装修升级的元素都有，画风也非常可爱，就是特别的帅。详细的介绍可以看我之前的评测，就不多说了。我前几天才在养女儿系列里提过的学生时代也会在春节前正式发售，我真是一口毒奶，这是小伙伴推荐给我的游戏， demo 也是挺耐玩的了，有点类似中国式家长，不过脑洞巨大，非常有梗。比如吃了剑手青，食物中毒会把老母亲看成蟑螂，还能看小学同学的 QQ 空间，开黄钻换皮肤，背景音乐装杯提升心情。养成虽然类目繁多，但课程和学习比较简单，按学科做作业复习就能直接反映到成绩上，提升排名可以挣更多的零花钱，还要注意学点体育特长锻炼身体。但他这个学习是真的学习，数学有计算题，难度越高越难，想得高分考试要真正的做题之类，会有更多的小游戏，更大的文本量，也有更多交朋友谈恋爱之类的内容。正式版会包括小学到高中毕业的时间，有8个从小就跟你青梅竹马的小伙伴，放心是可以早恋的。比起养娃，它更有点带入自己的感觉。空岛版 Raft 多人生存游戏 Aloft， 以一座浮岛作为领地，种田盖房，饲养动物，用自动化的风力设施打造独特的家园。同时你可以自己滑翔或是操纵浮岛飞行，去别的有不同生态或是动物群族的岛屿找更多的惊喜。新品节开过试玩，我一眼晕3D 没有事，不过有小伙伴反馈手感是比较成问题的。这是最多8人，16号 EA 发售，会有3个不同的生物群系，感觉不算丰富，建议先蹲一蹲反馈看看。
同样空中主题，还有空中王国的续作，应该叫《空中帝国》，有个升级。你会拥有一艘在广袤大地上飞翔的飞艇，要不断前进，派滑翔翼小人探索，发现更多城市，寻找更多的资源。同时，你可以扩大飞艇的面积，加上各种部件的引擎，要注意保持飞艇的浮力和前后左右的平衡，安放更多的臣民去更远的地方。我非常喜欢一代，但是感觉少了一些人情味，而二代加入了 RPG 元素。我们需要制定策略，抵抗灾害，平衡经济，和更多的城邦搞外交，还有战斗可以带领人民重建辉煌，正好应该可以弥补这一点，我是比较期待的。同样是老游的续作，还有2款奸商模拟器 Dealer's Life 的续作 Legend， 在保留了原作讨价还价、雇佣员工等等基本玩法的基础上，把设定放到了中世纪。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种族和各种奇幻生物交易，道具自然也是魔法道具，还能前往城镇发布任务、雇佣员工、自己炼魔药出售等等，是魔幻了很多，应该更好玩的。以及太空工程师的续作2，开自己亲手造的飞船环游太空，造访小行星，塔特开征服全星系的设定。一代海外是比较火的，近10万人，89%的好评。不过感觉国内玩的人不算多。它是类似我的世界的体速建造，自由度很高，属于建造党狂喜的那种。物体会有真实的物理引擎反馈，有数百个可以搭建实用的模组。而2代也会延续这个特色，整体就是大提升。说实话，坎巴拉2翻车以后，我觉得这类游戏出续作压力蛮大的，首发还没有中文，感兴趣可以蹲一下。是钓鱼啦，我们有救啦！海洋幻想，核心就是钓鱼，获得更多鱼的同时，可以获得更多的材料，用它们升级渔具，钓更多的鱼，还能挑战各种海怪 BOSS， 拯救世界。钓鱼的方法看上去只有一种 QTE， 不算复杂，但剧情会去各种各样的岛，看 PV 有潜行、跳跃、迷宫等等的小游戏，应该是不会枯燥的。全收集20个小时，50块是有点小贵。跑商加种田加做菜的丰收之路，探索世界，发现各种美食食材，种田养动物，做菜，跑商搞钱，成为第一商位的同时，也要把美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，还能关心一下民众的身体，让他们吃饱喝好，身体强壮。此外也有交友聊天、打海战等等的元素，听上去很多，不过它玩法不会很深入。他家有前2作神医和名画展我都玩过，主要是那种在小游戏里加点科普元素的。 Steam 18，手机买断6块，打发时间玩一下还不错。关键是丰收种田之神这个设定我是非常喜欢。能打海盗的种田游戏梦幻岛，除了种田劳动、钓鱼制造、玩小游戏、交友结婚这些基操，你还能升级船只，去海上探索各种神秘的岛屿。也有海盗，你需要种作物、做炮弹、打海盗，或是干脆打不过就加入。单人开发有点虚，可以等我先试一试。轻生存游戏《时光物语》是上个月跳票的游戏，比较基本的种田养殖、制造打怪、生存玩法的那一套，应该有个城镇可以做委托，还能邀请居民回家帮忙。画风比较可爱，难度应该是不高的。经营加恋爱的中国式相亲，赛博红娘开相亲会所，打牌拉单身汉们入会交会费，替他们匹配另一半，造福他人的同时也自己赚点小钱。而同时作为老板自己可以和4个女主谈场甜甜的恋爱。整体题材比较独特，但感觉相对经营来说更偏恋爱模拟一些了。接下来有一些小游戏，快速看看有没有属于你的菜吧，省流也可以直接戳最后哦。多人合作做菜送菜，不过要抓蟑螂老鼠做食材，客人都是怪兽的怪兽大餐。白天买种子种地搞钱布下陷阱，晚上去对方家搞破坏的种田 PVP Farm Wars。 免费游戏还支持中文。开巧克力工厂，和小机器人一起做巧克力完成订单的巧克力工厂模拟器，建造古埃及城市，管理人民，维持宗教信仰的 Builders of Egypt， 养可可爱爱的桌面电子宠物，还能打梦宝可大战的 Paimon， 招各种小动物做牛马，点点收钱做资本家的放置游戏 Capitalism Craft。 什么人会玩啊？可能是我。模拟收银员，收银算钱的收银员模拟器。开中医药馆种草药，招医师悬壶济世的本草归元录。开玩具店上架商品，收钱扩建店铺的玩具店模拟器。修复农场，种菜养动物，加工产品再开小店赚钱的农场商店模拟。
那么这一次有喜欢的游戏吗？4年老种田 UP， 新游试读，每月资讯促销推荐，100万播放超全盘点，点点关注，随时种田不迷路哦。感谢收看，我是种田狂魔酸啊，下次再见啦。